上完厕所，你是马上冲掉，还是会回头看一眼呢？别小看这个小习惯，马桶里的大便可能藏着癌症之王胰脏癌的救命线索。很多人谈癌色变，尤其胰脏癌更被称为癌中之王，因为它恶性度极高，早期症状不明显，发现时常常已经是晚期。然而，胰脏癌最早最明确的求救信号，其实就藏在我们每天排出的粪便里面。如果大便出现了3种异常情况，可能就是胰脏在向你发出警报，每一个都不容忽视。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这3个大便异常与胰脏癌之间的关联，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提早发现身体暗藏的危机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揭开马桶中那不起眼但致命的重要秘密。胰脏癌为什么可怕？它之所以被称为癌王，是因为恶性程度高且死亡率极高。胰脏深藏在我们腹部中央、胃的后方，平时默默无闻地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和调节血糖，但一旦长出肿瘤，胰脏却摇身变成冷酷的杀手。由于位置隐蔽，胰脏癌在早期常没有明显症状，不会剧痛，也不会像肺癌那样咳血，甚至不会像大肠癌那样明显出现血便或排便习惯改变。许多患者往往毫无察觉地错过黄金治疗时机。当真正出现明显症状，例如皮肤发黄、黄疸、体重骤减、腹背疼痛时，病情多半已经进入中晚期。临床统计显示，多数胰脏癌患者确诊后生存时间不到半年，整体5年存活率甚至不到1%。正因如此，它被贴上了癌中之王的可怕标签。听起来很绝望，对吧？但别忘了，再狡猾的狐狸也会露出尾巴，再沉默的杀手也会留下线索。胰脏癌潜伏期间并非全然毫无踪迹，只是这些踪迹往往被我们忽视，其中最关键的线索就隐藏在日常的大便之中。或许你会好奇，胰脏长肿瘤为什么会反映在大便里呢？这就要从胰脏的功能说起。胰脏是我们身体里既低调又重要的器官，扮演着双重角色。一方面，它是消化大将，每天分泌一液，里头含有脂肪酶、蛋白酶、淀粉酶等强力消化酵素，帮助分解食物中的脂肪、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。我们吃的油脂若没有胰脏分泌的酵素来分解，就无法被小肠吸收，大部分会直接随粪便排出。另一方面，胰脏也是内分泌高手，分泌胰岛素等激素，调节血糖。但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它的消化功能，因为胰脏癌对大便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消化方面。简单说，如果胰脏出了问题，比如肿瘤阻塞了胰管，压迫了胆管或破坏了胰脏组织，消化酵素和胆汁无法正常释放到肠道，那么大便的性质就会改变。医生常说，粪便是肠胃健康的晴雨表，透过观察粪便，可以发现身体不少警讯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看看哪3种粪便异常是胰脏癌的前兆，并深入剖析其中的原理。异常1：漂浮的轻质粪便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排出的便便多数会沉在马桶底部或缓缓下沉。当然，粪便的浮沉也与成分有关。如果吃了很多纤维、豆类或喝了碳酸饮料，肠道细菌发酵会产生较多气体，气泡混在便便里，就可能让大便比重变轻而漂浮在水面。因此，偶尔一次的大便漂浮未必就是生病，可能只是前一餐产气，食物吃多了。但是持续出现的大便漂浮就值得留意，尤其当漂浮的粪便同时呈现松散、颜色偏淡、带有油光时，这些细节我们稍后讨论，那就不是普通饮食问题了，而可能是消化吸收不良的信号。而在众多原因中，又以胰脏功能出问题最常见。为什么胰脏出问题会让粪便浮起来呢？原因很简单，脂肪没被消化。想象一下，我们吃进一顿油腻的大餐，本来胰脏和胆囊会默契合作，胰脏分泌脂肪酶，胆囊释放胆汁酸，共同把食物油脂分解成小分子供身体吸收。但如果胰脏癌阻塞了胰管，让消化酵素无法顺利排出，脂肪就无法被充分分解吸收，只能跟着粪便一起跑出来。脂肪的密度比水低，含脂肪多的粪便自然变轻，容易浮在水上。另外，消化不良时，肠道细菌会特别忙碌，拼命分解残留的养分，产生更多气体，
也会让粪便变得更松更轻。一来二去，你的大便就可能轻飘飘地浮在马桶水面，不像平常那样沉下去了。有人可能听过一个说法，粪便漂浮就是大肠癌吗？其实单凭漂浮并不能判定是哪种疾病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长期漂浮的便便绝对不正常。特别是当你并没有吃很多豆子、高丽菜这类容易产气的食物，却连续多日发现大便每次都浮在水上，那就需要警惕，因为这很可能是胰脏无法正常工作，导致脂肪没有被消化，才让粪便含油量、含气量变高的结果。简单一句话，大便漂浮加无明显饮食原因等于小心胰脏出状况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大便漂浮本身并不是病，而是症状的一种表现。当它出现时，我们要观察是否伴随其他异常一起发生。如果漂浮的大便同时很油腻或很臭，以及出现腹泻等消化不良现象，那胰脏等消化器官出问题的可能性就更高。但若只是偶尔几次漂浮，且你最近饮食确实纤维很多，那可能无碍。因此，观察趋势很重要，持续的反复出现的漂浮粪便，千万不要当作小事。你的胰脏也许正在默默求救，提醒你它分泌酵素的能力下降了。这时及早就医检查，比起忽视不管要明智得多。很多胰脏疾病，例如慢性胰脏炎，甚至胰脏癌早期，都可以从这样的消化征兆早一步发现。所以下次看到大便一反常态的飘在水上时，可别一冲了之前什么都不看，它可能在向你传递重要讯息。异常2，油光闪闪、恶臭难闻的油腻便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如厕后发现马桶水面上漂着一层油花，粪便看起来油油亮亮，冲水时还粘在马桶上，冲不干净，甚至散发出比平常更刺鼻难闻的臭味。如果有，千万不要只怪昨晚吃太油，而要怀疑这是不是所谓的脂肪便在作祟。油腻粪便是胰脏相关疾病的一大警讯。正常的便便应该是成型棕色，气味虽臭，但属一般粪臭，不该出现明显的油滴或油膜。而当胰脏功能不全或胰管受阻时，大量油脂未被吸收就直接随粪便排出，肉眼就能看到那些浮在水面的油珠，甚至马桶壁上也会沾上一层油滑滑的残迹。由于脂肪变质会产生特殊的哈喇味、酸败油脂臭，所以这种油便往往恶臭异常，和普通粪便的臭味有所不同，仿佛隔夜的油锅或腐败的奶油味道混杂在其中，非常刺鼻难忍。很多人第一次遇到又油又臭的排便，可能会以为是不是吃坏肚子了。然而，如果这种油乎乎的大便频繁出现，那就不是简单的饮食问题，而很可能意味着你的消化系统出大问题了。医学上将这种含有过多未消化脂肪的粪便称为脂肪便。造成脂肪便的原因不少，包括饮食太油腻、一时性的消化不良、小肠吸收不良、胆汁分泌异常等等。但其中一个相当重要且需要严阵以待的原因，就是胰脏出了问题。事实上，许多胰脏癌患者在回顾病史时都发现，早在其他典型症状出现之前几个月，他们就开始陆续有脂肪便的现象，只是当时可能没有引起重视。胰脏癌的早期警报之一就是反复出现的油便，因为胰脏肿瘤会导致胰液分泌不足或无法排入肠道，消化酵素特别是脂肪酶大减，食物中的油脂消化就出了纰漏。想象一下，你吃进去的油没被分解吸收，最后只能溜到大肠，混在粪便中排出体外，马桶里当然就油光满面。此外，没被消化的营养在肠道中堆积，细菌过度发酵，会产生大量恶臭气体和物质，怪味四溢，所以油便通常臭得异常刺鼻。如果最近你的便便频频又油又臭，把厕所臭得熏天昏地暗，那可千万要留心。当然，我们也不需要过度恐慌一两次的油便，饮食偶尔大鱼大肉，或吃了太多肥肠、奶油蛋糕等高脂食物，短时间内出现油腻的大便是可能的，但健康的消化系统很快会调节过来，下一次排便应该恢复正常。真正需要担心的是持续性的脂肪便，比如你并没有特别改变饮食习惯，却连续多日观察到大便总是油油的，甚至1-2周以上都如此，那绝对不正常。特别是如果还同时出现体重下降、腹胀、腹泻、食欲不振等现象，
或者皮肤隐约发黄，背部隐隐作痛，那更要提高警觉，因为胰脏癌的阴影正在逼近。油便其实是身体在对你说，我的脂肪消化吸收出问题了，而掌管脂肪消化的重要器官之一正是胰脏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慢性胰脏炎患者也常有脂肪便的困扰，长期酗酒、胆结石等因素可以导致胰脏慢性发炎，胰酶分泌减少，也会造成油便。如果你有这些高危因素，出现油腻粪便时，就更应该立即就医检查，避免胰脏炎进一步恶化或演变成癌变。总之，反复油便等于胰脏求救，切记切记。医生表示，当大便持续又油又臭时，一定要及早检查胰脏、肝胆等消化系统是否出现病变，千万别一拖再拖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。异常3，颜色灰白、陶土般的大便，正常的粪便颜色是黄色至黄褐色或浅棕至深棕色，这是因为胆汁中的胆红素随着消化过程排入肠道，赋予粪便独特的棕色调。如果某天你惊讶地发现自己排出来的便便竟然颜色异常浅淡，呈灰白色、灰黄色，甚至像陶土一样泛白，那就要高度重视了。灰白色粪便几乎可以肯定是胆汁没有正常进入肠道所致，是消化系统发出的非常严重警报。导致胆汁排不出的原因有不少，比如肝胆系统疾病、胆结石堵塞胆管炎、肝内胆汁淤积等，但胰脏癌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可能元凶。特别是胰脏头部长肿瘤时，往往会压迫或侵犯邻近的总胆管，胰脏的胰管在胰头部与胆囊的总胆管汇合，因此这里是个要塞，导致胆汁无法排入十二指肠，失去了胆汁的着色，粪便当然就失去了正常的褐色，变成了浅灰或灰白的陶土色。灰白陶土色大便往往伴随另一个明显现象，黄疸由于胆汁中的胆红素无法顺利排出体外，反而积聚进入血液，患者的皮肤、巩膜会发黄，尿液也会变成浓茶色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人变黄了，尿变深了，便变白了。如果你在镜子里发现自己眼白变成淡淡的黄色，再对照一下马桶里的粪便颜色变浅，几乎可以判定身体的胆汁排泄系统严重不通畅，必须立刻就医检查。其中固然胆结石是常见原因，但通常胆结石引起的胆管堵塞会同时带来剧烈的右上腹绞痛、发烧寒战。因为结石易造成胆管发炎感染，病人多半疼得坐立难安，马上就诊，不太可能拖很久。而胰脏癌阻塞胆管比较狡猾之处在于，它可能只引起轻微或没有疼痛。不少胰脏癌患者出现黄疸、陶土色大便时，除了觉得疲倦、食欲差，竟然并没有感到明显的腹痛不适，于是容易掉以轻心，错认为只是小毛病。但其实这往往已是胰脏癌中晚期的重要真相。俗话说，黄疸一出，事情大条。如果一个人突然全身发黄，大便变白，即便不痛不痒，也极可能是严重疾病、胰脏癌、胆管癌等的表现。在胰脏癌的自然病程中，无痛性黄疸是非常典型的红旗信号，因为胰头肿瘤压迫胆管造成阻塞，但尚未侵犯到神经引起疼痛。所以千万记住，大便颜色突然变淡发白，哪怕人不觉得痛，都要一刻也不要耽误的去医院检查。很多案例显示，患者就是因为发现陶土色粪便而及时就医，经检查确诊为胰脏癌或胆管堵塞，迅速接受治疗而挽回了宝贵的生命时间。反之，若忽视这种变化，等到全身瘫黄、瘦弱不堪再就医，往往已经错过可手术的阶段。因此，灰白大便可谓胰脏癌的最后警钟之一，一旦响起，分秒必争。除了上述3大典型异常之外，我们也需要对身体其他细微变化保持敏感。胰脏癌的狡猾在于，它早期症状往往不是剧烈的心痛点，而是像小偷一样悄悄改变你的日常状态。例如，最近几个月，你是不是突然很没胃口？以前爱吃的东西，现在一看就反胃。是不是总觉得消化不良，饭后胀气打嗝特别严重？睡觉时隐约觉得上腹部或腰背部有钝痛，躺平时更明显，但坐起来好些。又或者，你明明没吃减肥餐，体重却无缘无故的一路下滑。
甚至有的人可能出现莫名的血糖升高，原本没有糖尿病，却突然检查发现血糖偏高，这些种种看似不痛不痒，却可能是胰脏癌在早期就开始释放的微弱信号。很多胰脏癌患者在确诊后回想，早在1年前就觉得身体不对劲，但因为没有明显疼痛，就误以为是胃病，老化或压力大，结果延误诊断。所以当上述身体不是合并我们讨论的粪便异常时，请务必提高警惕。举个例子，一位平日身强体健的中年人，最近半年食欲差，又瘦了好几公斤，偶尔上腹隐痛，同时大便开始时常漂浮而且油腻，这时绝不能光买胃药吃了事，而应该怀疑胰脏出了问题，尽快安排详细的检查。又或者有人原本糖尿病控制得很好，某段时间突然药效变差，血糖飙升，紧接着出现了消化不良，大便变淡变油，这就非常值得进一步检查胰脏有无藏东西。总之，一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小症状组合在一起，可能就拼凑出了一幅胰脏癌的警讯图景。我们要学会做自己身体的侦探，从蛛丝马迹中揪出隐患，特别是粪便，作为每天排出的健康日记，更值得我们偶尔读一读其中的字句。谈到这里，有些人可能会问，是不是只要大便没出血就不会是癌？很多人直觉想到癌症征兆，会以为要看到血便才算数，因为大肠癌常以排便带血揭露病情。然而胰脏癌却是另一种剧本，它几乎不会直接引起粪便出血，因为胰脏和肠道不直接相连，胰脏癌末期除外，可能侵犯12指肠导致出血，但那已经是非常晚期的并发症。胰脏癌更不会像痔疮那样让你排出鲜红血便，所以不要误以为便中不见血丝就高枕无忧。反之，胰脏癌以我们刚才提到的漂浮、油腻、灰白3种表现来报警，它和其他肠胃疾病的区别信号恰恰在此。例如，黑便通常提示上消化道溃疡出血，红色血便提示下消化道病变，大便带粘液、脓血多半是结肠炎症或肠癌，但这些都不是胰脏癌的典型表现。胰脏的暗号集中体现在消化吸收功能的改变，而非直接出血。因此，如果你大便颜色正常，无血无粘液，却出现长期的漂浮油便，也千万别因此掉以轻心，觉得没见血应该没大碍。对胰脏而言，没有血并不代表健康，一旦有我们提到的那些隐形迹象，依然可能是大问题。请记住，别被表象欺骗，真正的危机常藏在细节里。既然胰脏癌这么凶险，我们该怎么对付它呢？关键就在于提前侦测，先发制人。当你发现自己有前面讨论的任何一项或多项粪便异常时，第一时间就医检查是上策。医生通常会建议做几项检查来找出原因。首先可能会安排抽血，看看是否有胆红素升高，印证黄疸、贫血或胰脏发炎的迹象，还有是否血糖异常。有时也会检查一项称为 CA19-9 的肿瘤标记，它在胰脏癌患者中常偏高，不过早期不一定升高，只能作为参考。影像学检查是诊断胰脏肿瘤的重头戏，医生可能安排腹部超音波先初步扫描，但由于胰脏未直深，长期干扰，超音波往往难以看清胰脏的全貌。如果高度怀疑胰脏病变，通常会进一步做电脑断层扫描 CT 或核磁共振 MRI 这2种检查，能更清楚地显示胰脏有无肿瘤、囊肿以及和周围血管的关系。有些情况下还需要做内视镜超音波 EUS， 从胃肠道内部贴近胰脏来扫描，更容易发现小的肿瘤。如果怀疑胆管阻塞，也可能安排内视镜逆行胰胆管造影 ERCP， 一方面确诊阻塞的位置，另一方面若是结石也能顺便取出。如是肿瘤可取组织做病理，听起来很复杂，但别被吓倒。正是因为胰脏难对付，我们才需要多管齐下确认病因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如果真的是早期胰脏癌，目前的医疗手段还是有机会拔除这颗定时炸弹的。比如定位在胰头的肿瘤，可以透过复杂的胰12指肠切除手术切掉肿瘤，遗体胰尾的肿瘤则可能切除胰尾和脾脏。虽然手术风险高，恢复期辛苦，但这是目前治愈胰脏癌的唯一机会。
很多数据显示，能在第1期、第2期就接受手术的患者，5年存活率大大提高，有的可达2-3成，远胜于未手术治疗者的存活率。所以尽早发现就意味着更多生机。而我们强调的粪便线索，就是帮助大家把握先机的法宝。当然，最理想的状况是别让胰脏癌找上门，因此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主动出击，做好胰脏的保养与癌症预防。首先，远离已知的危险因子，戒烟限酒是基本功。抽烟明确增加胰脏癌风险，而酗酒容易引发慢性胰脏炎，进而累积癌变可能。所以为了胰脏健康，香烟禁戒不泯，饮酒也要适可而止。其次，控制体重，均衡饮食。肥胖者的胰脏负担较重，胰脏癌风险也更高。日常饮食尽量避免长期高脂高糖、高温油炸含加工，肉类要少吃，多摄取蔬果纤维，为消化系统减轻负担。有研究指出，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可能对胰脏有保护作用，例如深绿色蔬菜、水果等。再次，如果有糖尿病，务必好好控制血糖，定期回诊。因为糖尿病不仅是胰脏癌可能的结果，也被认为和胰脏癌的发生有双向关联。照顾好胰脏，还要注意避免随意使用对胰脏有伤害的药物，比如某些中草药成分，以及定期体检腹部超音波检查胰脏。如果你有家族史，直系亲属中有人得过胰脏癌，那就属于高危人群，更要提早做好筛检规划。现在一些医院针对高风险族群提供定期 MRI 或 EUS 筛查，希望能及时发现胰脏的可疑改变。在可见的未来，随着医学进步，或许会有更敏感的血液筛检方法帮助我们早期侦测胰脏癌。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，我们能依靠的依然是自己对身体警讯的敏锐度。别忘了，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，吃东西、排便、体重变化，这些都是胰脏健康与否的晴雨表。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并留意这些日常细节，就是在为我们的胰脏健康保驾护航。最后，让我们回到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，上完厕所，你会不会回头看一眼自己的便便？也许以前你嫌它脏，嫌它臭，恨不得赶快冲掉，但现在你明白了，这小小一眼其实可能挽救你的生命。今天我们谈到的3种大便异常、漂浮不成的粪便、油光闪闪的脂肪便、灰白如陶土的无色便，每一种都是胰脏可能出状况的重要暗示。它们就像胰脏发出的3封密信，提醒你注意，消化酵素可能不足了，脂肪消化出了问题了，胆汁受阻了。如果我们能够及时读懂这些密信，马上采取行动，就有机会抢在癌王肆虐之前先发制人。千万别让自己的大意成为胰脏癌猖獗的帮凶。请记住，大便出现这3种情况，一个都不能忽视。也许只是虚惊一场，但万一真的是胰脏癌前兆，那么你的警觉就为自己赢得了宝贵的治疗时间。话说回来，大便这东西虽不起眼，却最诚实不过。它每天都在默默记录我们饮食和健康的状况，只是大多数人从不愿多看它一眼。从现在起，不妨改掉这个习惯，适度关注自己的排便情况。当然，无需过度紧张，每天草木皆兵，只是偶尔留意一下颜色、形状、气味，有异常就主动就医。这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生活态度。身体其实很聪明，出了毛病会透过各种方式告诉我们，而粪便恰恰是它最直白的语言之一。让我们学会倾听这种语言，照顾好胰脏健康，从关注马桶里的那一滩开始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提高警觉，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。下次如厕时，不妨勇敢地回头看看，或许你会惊讶于，原来小小的便便竟是我们身体最真实的预言家。祝大家都健健康康，远离胰脏癌这可怕的疾病。也别忘了把这些知识分享给关心的人，我们一起用行动击败癌症，从读懂身体的暗号开始，